你拿过去来说，清朝一灭亡，连皇上都跑那儿去了，一老一少啊，有钱的有势的，下野的总统都在天津住着，通飞机、通轮船、通火车、通马车，水旱码头，眼界又开阔，各国的租界它都有。所以这么一个地域，它产生的这个人，他不闭塞，知道吗？他敢跟你闹。所以说，长久以来，我是天津人，我太了解我们老家人了。但他要是觉得你可爱啊，觉得你跟他是朋友，怎么都对。你台上什么叫没板凉调、忘词儿、胡说八道，这是我哥们儿。哎，他爱你，他看你不顺眼，打哪儿来的？呵，撇着大嘴，你跟他冲艺术家，你腕儿越大，他越哄你。他其实跟懂不懂相声、是不是专业不重要，他就看你是不是很尊重他，这点非常的重要。我说你们就踏踏实实的，好好的卖力气，哪怕说的不好，你卖力气，认真对待，天津人特别喜欢，怎么都行。这跟专业没有关系啊！你这个玩意儿，你说咱们干这个的中国相声界，比如说1万人，咱这1万人里边还有6000人说完观众都不乐呢，凭什么要求人家观众是内行？这个是不讲理的。从专业角度出发，没有懂不懂，就是他胆儿大，他敢哄你，就这么个原因。对不对啊？你看为什么？你看是这个唱戏的啊，民国的时候也是，你什么这大老板，各种这个名旦名声，无论到哪儿去，上烟台啦，上武汉呐，上济南，上哪儿唱戏？为什么到那儿头一站先去拜访一下票房？你细琢磨，它就是心理学啊！我在烟台，我在武汉，天天看报纸，北京出一唱戏的还挺牛啊！我们在票房我也能唱。我也不见得比他次啊，这个他能比我好哪儿去吗？明儿来了，来了之后那都是撇着大嘴，看你能怎么样？哎，上票房来了，进门还挺客气。哎呀，你们这儿都懂京剧啊，你们可是行家啊！我水平不行，你得把姿态降低。这些位一瞧啊，人有见面之情，就这么简单，他一下就不恨你了。明天就买花篮了，到剧场里鼓掌捧你去了，哪怕你唱错了，他也得哈哈哈！咱这儿热，人家上火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头天来到票房来，跟你们大伙儿一块儿唱2段，晚上跟各位吃个饭，这不就没事了吗？你打北京来，上山东来唱戏来，撇着大嘴的，那看你就恨得很啊！明儿一定是跟你这哄。所以说，干艺术这一行，你先得是个心理学家。你要琢磨不透人，你就没有挣钱的资格，因为就是跟人打交道嘛。所以说我们这行既简单又复杂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。挺好，这个要是没有您各位这样的观众啊，说书啊就没意思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不带观众跟这儿录书。我之前在别的平台上录一评书，由于疫情的原因呐，不能进棚录，我在家里边录。哎呀，录的我都快睡着了。所以说我想来想去，这个玩意儿还是得面对观众，跟大伙儿在一块儿，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这是多大的乐趣，这是啊！要不过去那人他愿意上书馆里边听书去呢啊！当然了，有的听书也不是为了听书啊，为了看演员。那回谁跟我念哦？我就老先生跟我说闲话。当年我们有那个西河大鼓的前辈，就是马增芬先生，啊，马增芬、马增慧，人这是一家子，那好角儿啊！马增芬先生唱了那个《玲珑塔》，啊，天下尽知，都红的都不行了，观众去捧去。他们后来说，在捧他的观众里边，就是坐前排有一个主，就这主被曲艺界一直在聊他。就说这个人有意思，挺有钱，啊，捧角嘛，啊，挺有钱。关键这主呢，坐在那儿的目的是为了炫富，为了炫富。冬天上书馆去听去，穿一个狐狸腿的大衣，啊，这个狐狸这个皮啊，它得镶在这衣服里头，外边看不见皮，不得解开了吗？里边才是皮毛嘛，啊，他坐在那儿，把这大衣解开了，翻着这大衣，
让你们看，你看，狐狸皮，啊，然后这俩手上呢戴满了戒指，哎，在这腿啊跟这儿翘二郎腿，大衣翻着，这俩手这样，啊，亮他这10个大戒指，这还不算，还得呲着牙乐，因为还一嘴大金牙呢，是不是？哎，经常有演员看见他就笑场了，太好玩了这个啊，这也挺可乐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对演员来说也是上课。90年代我在北京那个琉璃厂那茶馆那说书的时候也是，不一样的观众，各式各样的观众啊，我印象很深。有一个老大爷啊，老带着一个这么大皮包啊，就是好久以前有一个日本的电视剧，这电视剧里边呢有一个男演员啊，演的这名叫大岛茂，这得40来岁人才知道，哎，大岛茂包，哎，就是特别时兴，棕色的啊，就这么大个儿吧，这办公用的得拎着，那段时间特别时兴，这大爷就拿这包装的啊都是相册，他到茶馆去往上一坐，他得先把他这拿出来搁在桌上。给大伙展示，这是哪个领导跟我照的相，这是哪个著名演员跟我照的相，啊，他天天来，天天展示，印象很深。我其实你看我演了这么多地儿哈，2万人一场的体育馆我也演过，1万5的体育馆我也演过，10万人的体育场我也演过，我最爱的就是这40人的茶馆，因为它太好玩了，真接地气。就这个场合演出是为我自个儿演，跟他们这个台上台下10张8仙桌子坐这帮人老少爷们儿，这一聊天就那种快乐，哪怕给我个3000万，当然更好啊，也换不来那种快乐。你们就盼着等我上岁数了啊，我过了100岁之后，咱们就天天这样啊。本身你看说书又是我的兴趣。哎，同时又是我的工作，玩着乐着就把钱挣了，养家糊口了，多开心啊！你以为那人家钢厂的工人都喜欢炼钢啊，纺织女工都喜欢纺织啊，那不是工作吗？但如果工作跟兴趣是一回事儿，那真是老天爷的恩典，很开心。就是难为您各位这么喜欢，能这么捧，其实我很一般，真的啊。比我强的有的是，不要给我得罪人。哎，您各位这么鼓励，我就好好干。有一天您各位说不爱听了，我拿着扇子我就走啊。这样我会骄傲的。这个我拿着东西就走，这是学我们一位老前辈。当年我们这个京韵的鼓王啊。刘宝全先生，知道京韵大鼓吧？哎，鼓界大王刘宝全先生，上台的时候就爱说这个，哎，您各位多捧啊！您要是不爱听，我背着鼓就走。观众们也是，哎呀，这爱听您，哎，这一段佳话。后来刘先生有一徒弟，谭凤元先生，哎，觉得哎，老师这个话说的多好哈，又有面子，又温暖。他上天津去，他在台上就学这个。赶上那天演出呢，他自个儿那鼓没带来，哎，后台有一个唱铁片大鼓的王佩辰王先生，我借王佩辰这鼓用呗，把王佩辰那鼓搬到台上去了。他在台上他也这么说，我好好唱，您各位多捧，您要不听啊，我呀背着鼓我就走人。前排站起一观众来，你要走就走，那鼓是王佩辰的啊。多好玩这玩意儿啊！要不说是跟观众在一起啊，就这种快乐，是行外人无法理解的。但是说书呢，确实是不容易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干这行的原因，太难了，还得有包袱，啊，还得有叙述，那个故事还得抓住人，啊，开场的定场诗，结束时候还得给您各位勾住了。
我们管这叫驳口，就是最后听书嘛，听的是个扣，那个扣不容易，对吧？哪怕不是扣，最后的时候，这到时间了，该结束了啊，啪摔醒目之前，最后这句话其实就是很看水平，有的时候是结束在包袱上，有的呢是在玄虚上，有的呢就是您想不到的一个小节骨眼，夸撂在这儿，观众意犹未尽，下回还想听，这都是水平。包括有的东西它是死的，它得合适。苍啷啷大英雄掏出一口刀来，就这口刀它是削铁，啪如泥。观众听着，哎，又有劲啊！他这口刀苍啷啷瞪出来，他是能切豆腐。那听着就泄气啊！而且他得讲理，我们也听过有那个老前辈，有时摔到最后，咱听着，哎呀，就不像评书啊。他也是看着表，时间到了啊，这说到这儿，哎，咱们该吃饭了，好，咱们共同吃饭。这还不如门口那王大爷聊天有劲呢啊！当年那个天津老先生说那个童往镇啊。白玉堂命丧童往镇，严查散严大人坐在屋里想，武帝死了，我心里难受啊，咱哥俩没好够。正想着呢，听外边脚步声音，啪，把门一打开，外边来人了。严大人眼泪都下来了，武帝是你回来了吗？外边启禀大人，我们是巡夜的兵丁。哦，去吧。坐在这儿，桥楼之上，鼓打二更，还接着哭。咱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？啊，咱们三吃鱼，你三世严查散，万没想到哥们儿没好够，你怎么死了呢？噔噔噔噔噔，脚步声音，严大人一开门，一瞧外边，大人啊，我们是守夜的军卒。哦，去吧。又听得桥楼上鼓打三更，严大人眼泪哗哗的，实指望以后老了咱们在一块儿养老啊！我写字儿，你耍兵器，咱们哥们儿这么好那么好，万没想到啊！你这么年纪轻轻你就死了。正说着，听外边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，大人站起来了，一开门，谁呀？外边说话的，给您倒尿盆的。啊，他就拿这个冲淡一下，但是摔在这儿，观众呢挺喜欢。刚开始跟着演员，跟着说书先生在人物里边，到最后落在一个包袱底上，这些东西是设计的。也就是说是看演员的能耐啊，我还很年轻啊，我还在进步当中，只要你们支持，我就愿意干这个啊，我们就继续的来一个，不来了啊，哎呀，谢谢各位支持评书啊，支持郭德纲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现在关键是我们这行业很凋零，老先生也都没有了，其实改天啊，应该给大伙儿专门讲一讲说评书的老先生们的趣事啊！这一讲那就没完了，有的能讲，有的也不能说，是吧？这都是什么素质？快坐！哎呀，我这是在菜市场说书啊，这个热闹啊！山前没路，山后狼，狼路结拜在山岗。狼有难来路搭救，路有难来狼躲藏。箭射乌鸦腾空起，箭头落在狼身上。劝君交友多谨慎，千万莫交无义狼。哎，不来了！我救不了你们了，是不是特别盼着这个哈？哦，这倒好哄啊！
挺好，也不用准备什么水果乱七八糟的啊，这能玩一天。啊，你们要是看别的演出，别这样喊啊！不看别的演出，就看你。这你们看京剧，这人家刚唱完，你们再来一个，来一个，这受不了这个啊！最近我又要唱戏了啊！哎呀，我也是有这口垒啊！人都得有一个兴趣爱好，我这个唱戏跟于老师骑大马是一样的。你看这个玩意儿，金圣叹不就说吗？说这个人一点爱好都没有，千万不要跟他来往，因其无志性也。说这个人心如止水，脸上也没有表情，任何爱好都没有，你一定要注意。万幸我还爱唱个戏儿舞的啊！来一个。哎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也没有闲诗啊。我那个拉弦的不在，因为最近啊，庄稼也忙，他先割麦子去。等回来，他再跟我一块儿上剧场唱戏去啊！唱戏太开心了，好多咱们这节目弹幕上说他怎么又聊唱戏呀？他怎么又说唱戏的事？那是还不许我说点我爱说的事儿吗？因为我也没有别的跟你们聊的。你说骑大马我也不懂。啊，人于老师他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，连孙胖子什么大伙儿一说这马如何如何的，我有时候也听半天也问啊，半匹卖吗？啊，后来他们都不爱搭理我。人的爱好不一样，但是你说真唱戏的事是吧？我也能给他们说的烦的不行不行的了。人家不爱听，我可爱说这个了哈。台上怎么着？后台如何如何了啊？谁跟咱们合作，人家乐意不乐意？哪儿又多要钱了？观众们怎么样？谁在弹幕上又骂咱了？无比的快乐，真的挺好。其实唱戏就是跟人打交道。你台上你是跟演员打交道，啊，台侧是跟乐队打交道，后台是这些工作人员，包括台下这些观众们。最难的是跟观众打交道。啊，尤其唱戏的观众，那个不好惹。他不像听书的观众，听书的观众啊，咵往这一坐，弄一口罩啊，鼓掌，他们就鼓掌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是的，又轻省，又好玩，挣钱又多，你们各位又配合，你说这个行业它多么的可耐，是吧？你唱戏那不，唱戏那个台上台下勾心斗角，啊，你看，比如说戏迷啊。我真总结过，后台他们聊天说：“您看那个，您打80年代就唱戏，啊，我大概是89年、88年开始唱戏，我也唱好几十年了。我唱了多次那是我的事儿啊，但是我也在这行业里待了几十年了，啊，我说我净研究人了，我老琢磨戏迷，琢磨观众，啊，为什么人好多戏迷爱骂郭德纲？就是我不像那些个唱戏的朋友们，人家都是哎呀好太棒了啊！”你看，你给我们提的意见，我们就唱了一辈子戏，我也没想到啊，还是你好。他指着吃的害他啊！你看唱戏啊，这个戏迷啊，分多少种？你们各位可能不研究，我净琢磨这个。第一等的戏迷，那个厉害。什么叫厉害呢？他比专业还要专业。有没有？有，就是只要沾京剧舞台上的东西，就这类戏迷，他超过专业演员。而且大批的京剧名家要找这种戏迷去问，您给说说吧，我这怎么好？戏迷给他说戏。从清朝到今天，这种戏迷大概4到5个。你比如说清朝，你看红豆馆主，人家姓爱新觉罗呀，人家当王爷的时候家里养着戏班子，家里这贝子贝乐的，来你给我说说吧，玩儿，人家不指着挣钱。那个年头，清朝唱戏的大老板们尽心尽力的给王爷说戏。第一，他不会跟他藏着掖着，那个王爷要学戏，谁敢藏着掖着？再一个，人家怎么会下海抢你的饭呢？对吧？所以那老师们弯心眼儿的把最好的东西交给王爷。所以这样的这几个王爷，一身的能耐，又有钱
又有闲，他就爱这个。啊，你比如红豆馆主，包括刘曾富先生，就类似这样的前辈，反正归了包堆儿啊，100来年有这么4、5位，就顶级了，不可能再有了，就这么4、5位。那二等的观众呢，戏迷呢，他就不太一样了。二等的戏迷就是特别喜欢京剧，啊，反正谁演我也爱听，不多说不少道，真捧，哎呀，买花篮啊，上花啊。这种戏迷是演员的仁义之己，这不可多得，这是一种。啊，3等的戏迷呢，就是什么都听。京剧来了，好看京剧了；河北梆子来了，听梆子了；评戏可以，来耍猴的也去。啊，侯宝林先生他也能接受，梅兰芳他也爱，卖切糕的老李也行。不跟自个儿较劲，看就看，不看就不看，活得很轻松，啊，这是一等戏迷。要再往后了呢，就稍微偏激一点儿，只听某人，啊，青衣，哎，我只听谁谁谁，就他是神仙，就是这样啊，啊，不灵，全不对，没有对的，就是我爱的这个人特别好，这就多少有点偏激，但是咱也不能说人家有什么对不对的。兴趣爱好嘛，可以理解。其实呢，您不就是瞧个乐吗？对艺人来说，这是吃饭的手艺，想太多耽误正事儿啊！你比如说，今天咱们说这个，就耽误了10分钟得有。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。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是不是没猜透我啊？就跟没猜透张飞似的啊！这就是做游戏啊！哎，多开心啊！下次我准备在前面一张嘴就先拍2下。其实现在这都用不上，它就是一个程式化的东西。你过去还行啊，书馆里边啪一拍，大伙儿就不说话了，让您各位压言。现在没事，你在棚里边你能闹到哪儿去是吧？又有保安啊。过去不行啊，过去茶馆乱啊，大伙儿聊天什么的，这就是那电铃，一拍这个，所有人就不说话了，就听先生一人跟那儿说啊。哎呀，可喜欢说书了，真的，说书比说相声都开心。说书、唱戏，这都是我最爱。再往后排，才是说相声。啊，没想到你们大伙儿都认为我说相声说好，其实我唱戏、说书比相声好。各位老这么鼓励我，谢谢您各位吧啊！按过去老话说，您各位都是我的主顾啊。老年间我们的书座，我们的主顾啊。什么叫主顾呢？这就跟您老上这饭馆吃饭去了。天天跟那儿消费，饭馆拿您当亲人，老主顾了，得多照顾啊！这多送几个菜，他就要一个炒鸡蛋得了，送他8大碗吧啊！另外说一声让以后别来了。交朋友嘛，这个过去说书最讲究这个，一个是跟书馆的老板得是朋友，一个是得跟观众是朋友。你看，包括我们小时候在天津。听什么燕国荣老师这些老师们老太太们，书馆里边一说干3月干2月的时候，那会儿你想我小的时候那个80年代，哪有网络哪有什么去啊？顶多门口贴张黄纸写上了，剩下就是口口相传，都是书座们互相联系，几号在哪儿啊？你们得来啊！哎，大伙儿他们传人去，传这一屋子可能100来人或者60、70人的。啊，就这个朋友，这是交心的朋友啊！我其实我不老像于老师那么会交朋友，那朋友得交，我也不交，我也懒。我跟人一说话一聊天，人家不爱搭理我。我这个人啊，死心眼儿啊，愿意跟家里边自己听东西啊，写点什么呀，画个画，画的不好就胆儿大啊。人家朋友出去吃饭、聊天、喝酒，也没人带我去。我死心眼儿，要不说了呢，你看我坐这儿说书，我还挺活泛的，真到台底下就差着了。这个没办法，个性使然。
我老跟他们说，我说我其实骨子里很内向，一说这大伙儿都乐，啊，他们不信，不信，不信拉倒啊，不信信吗？信。一会儿咱吃饭去啊。现在这小孩们真好骗，说吃饭去他们就信，谁去谁花钱啊。哎呀，但是朋友还是要交，不过呢，长住眼交点好朋友。但是咱也得承认，其实大部分是酒肉朋友，大部分是酒肉朋友，吃饭喝酒都挺好，有事儿呢就差着。哪怕从小一块长大的那个还行，能交心，酒肉朋友居多，而且大部分他还是有利益的，有利益。这个我在这儿烤串儿，他跟那儿卖啤酒，咱俩得交朋友。有钱一块赚吗？我们俩好朋友啊。但是朋友是需要提前交的，现用现交来不及。哎呀，我今天想吃橘子了，我需要交一个卖橘子的朋友，那不来不及，来不及，需要提前铺垫，关键时候他才能派上用场。现来这个受不了。哎，这要信着说这就没完没了了啊！不重要，我们说三国啊。跟你们又不是朋友。对，快坐吧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别客气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那我早发现了，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送你一朵小红花。来不了啊！哎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哎，捣乱！小红花就一朵啊，已经刚才送给你们了啊，谢谢各位吧。又来听书来了是吧？是不是好开心？是。下次我订点口罩，都是那种笑的嘴就好了啊，这样看着你们都一人一嘴大白牙似的。德云社好几个人都弄牙去了啊，哎，连我外甥他们一个个大白牙，哎，一乐，好家伙，这一嘴牙。我说你们这倒是，这钱花的值啊，啊，你说那个内向的人弄完牙不白弄了吗？抿着嘴不说话啊，非得那个傻乎乎的，张了嘴，呲着牙，嘎嘎乐啊，有2天牙都晒黑了啊。挺值的，挺好。今儿刚才在棚里边，我那经纪人大门牙没了啊，一看就是，哎呀，我说这怎么短个牙，这人一下就变老了似的呢？啊，本来看着挺好，挺精神，短一大牙。我说这牙哪儿去了？他说这个于谦老师电视剧开机，他说我去庆祝去，我让人打的。啊，你过去2军阵前开战之前杀一个人祭旗嘛，是吧？啊。